裴旭川，你敢动主阵，就不怕天谴吗？谢霆霜，交出阵印，我留你全尸。哼！阿雪，从此别回头，别让任何人知道你还活着。文昭元，替我护住他，等他回来，开着悬崖，翻着旧案。我是被冻醒的，是骨头缝里都灌进冰渣的冷。我穿书了，不是女主，也不是什么关键配角，我穿成了他捡回洞府的那只小白狐，那只活不过3章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的狐狸。我真成狐狸了，不行，不能躺着等死。我真的快死了。我记得这处地方，雪崖禁地，位于宗门后山最深处。再过不久，就会有人察觉这里不对劲，而最先赶来的是他，文兆渊。完了，真完了！原书里所有和他沾边的东西都没好下场，穿成女主不好吗？穿成路人也行啊！这是个活不过3章的死局。这姿势很丢人。那不是普通石柱，那是风阵。他压着的正是后期牵出整场旧案的第1道口子。这地方不对，我出现在这里未必只是巧合。不是吧？你别告诉我你能听见我在想什么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他听见了。活着被他带走，未必比死在雪洞里好上多少。我被卷进的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捡狐戏码。我被一路拎回去的时候，脑子都是木的。越往前走，我越觉得没那么冷了。他是这世上最冷的人，也是最会控寒的人。对了，他听得见。什么都别想，最好把自己当成一块冻僵的萝卜。他为什么不杀我？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见？带回去是养着观察，还是关起来查？你若再继续抖，等回到洞府，就真的活不了了。不对，不能这么快下判断。他是反派，还是活到后期的大反派？就算他现在把你抱怀里，你也不能忘了，这人后面一剑能削平半座峰。我是不是又心声泄露了？看来你知道的比我想的还多。我想原地去世。不是我以为的灯火辉煌、仙气撩人，他守的不是洞府，是洞府后面的东西。我掉进的是整条暗线最开始的地方。原本冻麻木的四肢反而开始疼。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活着回来了。洞府里并不奢华，甚至称得上简静，光摆着都像能把人魂消掉半截。现在该轮到你解释了。我怎么解释？说太多会被忌惮，说太少会被怀疑。你若不说，我也可以自己查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落到那些人手里。张老堂，张老堂，
你怕他们？别动，你的爪子裂了，忍着。剧情还没开始，我先疼哭了。至少，这不是一个会随手弄死我的动作。说说看，你怎么知道那些事的？如果我说我做过一个梦，你信吗？梦见什么？梦见明天会有人来你的洞府，他们名义上是来送东西，实际上是来查我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今晚就先活着。看来你的梦比我想的还要准一些。外头的风雪还在刮，可隔着层层禁制，声音已经变得很远。如果真是来试探的，那今晚这波人八成只是开胃菜。消息确实传出去了，从我踏进雪崖的那一刻起，就有人盯着。一个活在监视中的人，一旦露出弱点，就等于把刀柄递出去。而我现在，就是那个突然出现在他身边，最扎眼的弱点。留在这里，不许乱跑。来的人不配见你。深夜打扰文师叔，是弟子失礼了。这个声音我记得。何事？长老们担心师叔旧伤受寒，特命弟子送些新炼的丹药来。弟子方才巡山时，似乎瞧见雪崖这边有灵气变动。来了，前面送药只是敲门砖，后面这句才是真刀。若有什么异动，也好及时禀明长老堂，免得师叔独自费神。你想查我？不敢。左边灯架，他把灵丝缠在灯影里了。活该。惊扰了。叹息术，你也知道？梦见过。他以后也会这么干。而且，他不是自己想来的。谁？我不知道最上面那个人是谁，但我知道，长老堂里一定有人不想让你继续碰禁地。等等，怎么突然上手？里面还压着一丝极淡的血气，像旧伤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那石匣不大，却让我在看见的瞬间呼吸一紧。那上头的纹路我见过。既然你知道的不少，那你告诉我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里面具体是什么，但我知道它和禁地是一体的。如果风筝再动一次，它就会开。他们今晚来试你，不只是因为我，是因为这东西也开始不稳了。看来今夜比我想的还要热闹。请他进来。不用文兆元说，我也猜得到来的是谁。洛青瓷，原书女主，也是最擅长笑着把人逼进绝路的人。她待人温和，行事周全，表面看去像极了真正被天道偏爱的女主，可她从不亲手这，真正沾血、翻脸、递刀、背锅的，永远是别人。裴行简都能怀疑我不对，她只会看得更深。进来，真让她进来？你带我出去干什么？她不是就是冲我来的吗？他既然是来看的，藏也无用。她很美，不是艳，也不是妖，是那种极容易让人放下戒心的美。她在看我。弟子深夜叨扰，还请师叔见谅。弟子今夜得了一株血心草，想着师叔旧伤未寒，便冒昧送来。原来师叔今夜是捡了只小灵狐回来。来了，小灵狐这3个字就是他给我的第一个标签。倒是认人。你来就是为了看他？弟子只是有些好奇，雪崖终年不许旁人靠近，师叔平日也不蓄这些活物。这女人果然比裴行姐麻烦10倍。只是这小灵狐看着似乎伤得不轻，
他是从雪谷里捡到的吗？这就是他真正想问的。与你无关。师叔还是这样，不喜欢旁人多问。若真有来历不明的灵物闯入，长老堂那边只怕会多心。他不是来抓人的，他是在提醒，也是在威胁。谁若多心，让他来找我。可他若是碰过禁地里的东西，他看见了。碰过又如何？看来是弟子多虑了。只是师叔，有些东西一旦捡回来，就未必还放得下了。这句话是说我，可又不全是说我。和他说几句话，比跟裴行捡豆10轮都累。不对，这草不对，别碰它！他今晚不是白来的，他可能在这里留了后手。竟然真有！他想找什么？看来你这只狐狸比我想的还招人惦记。他查的根本不只是文兆渊点了只狐狸这么简单，那眼神或许根本不是第一次见到稀奇灵狐。血魄灵狐这一脉早在很多年前就该绝了。他曾经在别的地方见过和我相似的东西。洛青辞走后，洞府里安静的有些过分，这种安静更像暴雪来前那一刻的空白。他不是单纯起疑，他是想确认。最让我不安的是，我自己好像也并不真的清楚我到底是什么。想到什么了？我可能不是你以为的那种狐狸，或者说不只是。因为原本我不该出现在那里。从刚才进这间静室开始，我就一直有种很古怪的感觉，不是单纯害怕，也不是本能排斥，更像是我认识他。认识？我说不上来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像我以前见过差不多的东西。以前？我哪来的以前？那不是认的剧情，是某种更深、更直接的认知。别动！石海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若强看，你会死。我不知道，但里面有些东西不是现在该碰的。你怕的不是我查你，是你自己也不知道会查出什么。他又说中了，那里面会不会有一部分是这具身体本来的记忆？它像是在回应我身体里的某种东西。退后！血，很多血，还有一只白狐。看见什么了？血，很多血，还有一只白狐。那不是原书里的剧情，是记忆。我必须先弄清楚我身上到底藏着什么。不是灵石，不是气息，是我的血。它是冲着我的血来的。我出现在雪洞里，或许根本不是意外。你若不是，那你就是钥匙。这东西，我见过，不是在原书里，是刚才那段记忆碎片里。那种熟悉感一下子变得极其具体。你认得？我见过，
不是今晚第一次见，也不是在宗门里见，它就是那串灵上的其中一枚，有血有血，有裂开的阵，还有一只白狐。血是新的。这人为什么偏偏送来一枚灵？他是在试我，他不是在提醒你。如果我认不出来，这灵就只是一件奇怪旧物；可如果我认出来了，就说明我和多年前那场事真的有关系。是你什么？是我会不会认出他？这一次，我看清了，那不是普通装饰，像是束缚，也像是封印。灵在他身上，这100，好熟悉。他给我的感觉很像你。你知道那是谁？像我，不代表就是我。那声音落进我耳朵里，像骤然划开了一层封死的冰。像是有人在很久以前真的对我说过这句话。灵身内侧似乎刻着一点极小的痕迹，是个字。我好像知道他刻的是什么。说，谢听说。你说谁？我也想知道是谁。这个名字，他知道，这个名字不在原书里。雪下埋着的不是尸骨，是我自己根本不该知道的过去。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名字？我不是故意说出来的，我是真的看见那个字的时候就知道他叫这个名字。他是谁？谢听霜是很多年前的人。很多年前，他果然知道。本该死在雪崖下。本该死，这3个字太重了。还看见什么了？我看到那只白狐脖子上系着一串铃，不是装饰，像封着什么。我知道那个人未必是你，可他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像你。像我，是因为你见到的是剑意，不是人。雪崖这一脉的剑意最难遮，你看见时会下意识联想到我，不奇怪。这意味着文兆渊和那场旧案的关系比我想的更深。谢听霜也和雪崖这一脉有关吗？他曾经是雪崖的人，宗门记载里他死了。你受伤了？一点小伤。你就不能多在乎自己一点吗？你倒是管得宽。静室里又安静下来，只是这一次味道不一样了，不再全是逼仄和提防。事情越来越糟，可他站在这里，像风雪夜里一盏灯不算亮，却一直没灭。残念太乱，今夜先不碰他。那谢听霜会查，但不是现在，查过很多年。怕了。怕，但如果不往下查，我会更怕。你查你的血崖，我查我的来历。如果最后是同一件事，那我们就一起查。好。阿雪，
别急，先定神。我根本定不下来，我急需抓住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。下一瞬，我脑子里猛地又炸开一段画面。他在给我祭灵。阿雪，别乱跑。这声音和灵里的残音是同一个人，他叫我阿雪，不是一次，他以前经常这样叫。你也听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叫的就是我。他换的是那只狐狸。谢霆霜养过他，是不是？是。阿雪，别回来，藏好，别让谁？你把话说完啊！够了。可那是他留下的话，他是留给我的。再听下去，你识海会乱。他不是在拦我。他既然留了第一次，就未必不会留第二次，但前提是，你得先撑得住。他是不是在保护我？藏好。像。他不是把白狐丢在雪里，他是想让他活。如果我真的是那只白狐，那他是不是真的很想我活下去？是。别让啊，他知道。不是别人，不是他们，是他。谢霆霜当年真正想藏起来的，不只是白狐，他还在躲一个人，一个知道阿雪还活着，就绝不会放过他的人。最后那道残音散尽之后，静室里安静的近乎发冷。阿雪，别回来，别让他知道，他在护我，甚至直到最后都还在护。那个他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确定。和雪崖救案有关？有关。和谢霆霜的死也有关？是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谢霆霜的死有问题？我知道他死得不干净。死得不干净，这句话太怪，也太重。他死后，雪崖的风阵动过一次，宗门对外说是他私探禁地，触动古阵，自取灭亡。可我查到的不是这样。他出事之前，雪崖有人失踪，不是一个，是3个，都和禁地守阵有关。那晚在雪里的人，真的不止谢霆霜和白狐。宗门是如何定罪的？宗门说他们擅离职守，叛逃，后来又说是谢霆霜勾结外敌，害死同门。这根本不是在说事实，而是在给一个死人定罪。那之后，他名字被从雪崖一脉除去，所有旧档封存。你为什么查他这么多年？他救过我。他救过他，所以你觉得他不是那种会勾结外敌的人？他不会，一个把活路留给别人，自己回头去当死路的人，不会是宗门说的那种人。他如果知道还有人信他，大概会高兴一点。我忽然就不想让他一个人这样站着了，以后不是你一个人查了。又有人来了。是一枚铃，白玉铃，成对的。这竟然是成对的。
第一枚灵带着谢听霜的残念，这绝不是巧合，更像是一种回应。有人在看着，从头到尾都有人在看着。不是霜，是雪。阿雪，这枚灵是阿雪的。这2枚灵本来就是一对，一枚属于谢听霜，一枚属于阿雪。而现在属于阿雪的这一枚被人送回来了。这枚灵是我的，一枚属于谢听霜，一枚属于阿雪。而现在那枚本该消失的灵回来了。第一枚灵用来确认我会不会认，第2枚灵用来逼我认。我们今夜的一举一动恐怕都没有逃出对方的眼。不是灵异，更像什么东西在彼此呼应。这味道，我熟，这是阿雪的气息。不是月，是记忆被强行掀开。这次画面是完整的，那不是像我，那就是我。他知道不对了，那不是撒娇，是他也知道他受伤了。别闹。阿雪，听话，从这里走，出去以后不许回来。他不想走，听话。阿雪，你要活。他把自己的血封进了灵里，他是在留一条线。曹浩灵，别让他知道你还活着。阿雪，别回头。他就那么看着他，直到阵光将他吞没。阿雪，他把我送走了，他真的把我送走了。我知道，后面的人，你看清了吗？没看清脸，但阿雪怕他。一柄极长极窄，线格处缠着暗纹的黑剑。你知道这是谁？他的血在灵里，不是残念那么简单。这枚血字灵里藏着他亲手封进去的血。既然谢听霜能把他的血封进去，那阿雪自己呢？那不是别人的，那是阿雪自己的血。只要咽下去，我就会知道自己是谁。我是旁人，还是我本来就是阿雪？可真当答案进到只剩一层纸，我却忽然怕了。如果验出来我就是阿雪呢？那就知道你是谁。然后呢？然后往下查。如果我真的是阿雪，那个他迟早会知道。你想验就验，不想验就先不验，没人能替你定。我想知道，但我不想现在就把消息放出去。所以不能让灵的反应传出去，那就不用他验。他不是今晚才准备这个东西。话是这么说，可
可真到这一步，我爪子还是有点发僵。如果不相容，说明我只是占了这具身体。如果相容，动作快的几乎没有半点迟疑。这气息，我在记忆最后看到的黑色人影几乎一模一样。是他，雪里的那个人来了。待在这里，不许动。不行，他就是冲我来的。我不是把你塞在这里，我是去挡他。把他交出来！他果然是冲我来的。谁来都不行。那2滴血还没真正碰上，答案只差最后一步。可真正的追踪者已经比答案更快到了悬崖。文昭渊出去的那一瞬，蜻蜓里的空气像被一下抽空了。我是去挡他。他知道阿雪已经回来了。滚下悬崖，我留你一命。哼，师弟，多年不见，你护东西的脾气倒还是没变。师弟，裴素川，裴素川，那个黑衣执剑人叫裴素川。我是来找一个跑掉的小东西的。我再也坐不住。阿雪真的怕过他。再看一眼，我挖了你的眼。阿雪，找死！文昭渊是动了真杀心。他在确认阿雪还活着。若今晚任由他走，后面就只剩被动。答案只差最后一步，不能再等。退了，血验不成，人也照样会被钉死。拦住他！他居然不是一个人来的。不能退。没有排斥，没有指责，答案出来了。阿雪，你怎么总是不听话？阿雪，你要活，我就是阿雪。果然是你。谢霆霜费尽心思把你藏出去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怕归怕，不代表我还得继续跑。我能感觉到雪崖下的阵纹在回应我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文昭渊说我可能是钥匙。匣子里不是真物，是雪崖主阵的锁印。他一直追着阿雪不放，是因为阿雪是活钥匙。拿下他！你敢！不能再让文昭渊一个人扛。既然我是钥匙，那就开。拦住他！阿雪，
回来了。不是血，是光。关上他！你也配碰他？第一道光影里出现的是谢听霜，他们显然就是那3名守镇弟子。流影里，他似乎在与人争执，裴素川竟也在画面里。这才是真正压在整件事上方的那只手。裴素川不是源头，他只是那把替人行凶的剑。不是谢听霜害死同门，是他亲眼看见同门被灭口。他显然不是裴寿川的对手，却始终没有退开。他知道自己走不了了，那不是单纯留给阿雪的念想，那是证据。他是在赌很多年后，总有人能回来，把这一切翻开。他最后看的方向，还是阿雪离开的方向。我才真正意识到，他是怎样一个人撑到了最后。不过区区流影，也想犯案？哼，死了这么多年的人，谁信他？谁又能拿我如何？够了！你以为几段流影就能让整个宗门信你？我从没想让宗门信你。我只想让你偿命。他开始退了，而文兆渊一步步退。就算你杀了我又如何？上面那位还在，血崖的事永远翻不干净。你死了，他才会慌。这一剑为守镇弟子，这一剑为谢听霜，这一剑为阿雪。他以为能永远埋住的一切，终于反过来把他埋了。裴素川死了，可谢听霜回不来了。还能站稳吗？这句话太轻了。他会怪我回来的太晚吗？他若怪，就不会留这些给你。他不是在怪我，他是在等我。裴素川死了，后面你打算怎么办？把该送出去的送出去，把该查的人继续查，把你养好。那你就看紧点儿。好。3日后，雪崖主阵流影传遍宗门，谢听霜旧案翻起，3名守镇弟子沉冤待血，有人想压，有人想捞，有人急着撇清，有人忙着毁荡。可那一夜流出去的东西，已经不是谁一句话能埋回去的了。阿雪，梦醒的时候，文兆渊常常就在不远处。我已经能在那盏灯和那道背影里，分辨出一种笨拙的安稳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被谁送走了。以后还有很多账要算，还有更高处的人要翻。血尽之后，该见天光的旧事，也只究会见天光。